些日前，你们要隐藏你们的生辰，无论何人问起，你们都说你们是杨氏杨丽出生。娘亲，为什么？云妃为了追求美貌，不惜以人血炼丹。若是知道你们二人的生辰，奉陛下旨意，宜妃娘娘重病，要取1年1日出生人心头写了炼制仙丹。来人，把姜氏给咱家按住！走！不能再护着你们了。薇儿，你是姐姐，你要保护好妹妹。女儿没有娘亲的日子，不可再任性。你们两姐妹要互相信任一辈子，好好保护彼此。妹妹的红梅舞真是愈发令人惊艳了。姐姐，我苦练10年，就是为了报仇。明日我一定要获得圣宠，为母亲，为江家报仇雪恨。明日戌时，皇帝会经过御花园，届时你以少嫡为号，我去勾引皇帝。此乃家仇，我怎么能让你一人孤身犯险？阿燕，我是长姐，保护你本就是我的责任。若是有一天我遭遇不测，你身为江氏唯一的血脉，一定要替江家所有人好好活下去。姐姐，姐姐，尝尝我新酿的桃花酿。你给我下蒙汗药，是熏香。姐姐，你护了我10年，这一次换我护你。傻阿燕，你可知成为宠妃的代价？皇上，太后娘娘那边请您去春日宴的人都已经来了3波了。什么春日宴？左右不过是选妃罢了。何大夫昨日下的棋还未起，正刚刚想到解棋之法。走，先去凉亭。春日宴已经开始，可皇帝却还没去，莫非出了什么变故？是七星药材局。大胆撼动皇上的棋局！来人呐，还不把他拿下！好啊！这冥思苦想1个月的棋局，竟被你轻松化解。你且说说是如何做到的？若说得好，朕重重有赏。家父曾教过，七星药材局当用3节循环破阵。是个妙招。妹妹还在桥下等皇帝，我得速速脱身前去报信。多谢陛下赞赏，奴婢还有要事在身，先行告退。好清冽的梅花香。奴婢告退。你是哪个宫的宫女？北方有佳人，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找到他，朕明晚要他侍寝。奴才遵旨。
今日春日宴，别在这跳舞，是料定皇上会路过这里吗？是他，多年前害我全家的罪魁祸首。宜妃娘娘重病，要取阴年阴日出生人心头血来炼制仙丹。奴婢参见宜妃娘娘。大胆贱婢，竟敢模仿宜妃娘娘的红梅舞，以下犯上，拉下去杀了。宜妃娘娘素有贤名，怎会因为宫婢模仿就肆意大杀？倒是你这么着急替娘娘做决定，难不成你想替代娘娘？伶牙俐齿，可惜本宫天性恶毒，最烦狐媚爬床的贱人。既然她爱跳，那就扒光她的衣服，跳一整晚。是。你放开我！住手！恳请娘娘放过奴婢的妹妹。如今春日正寒，你让她跳一整夜，怕是要冻成冰雕的。那就冻成冰雕，好让你们这些贱人知道，奴才就是奴才，一辈子也别想翻身。奴婢自知身份卑贱，可我与妹妹是太后娘娘身边医女，要打要罚也该听从太后娘娘发落。还请娘娘饶命。姐姐，一个卑贱的医女也敢拿太后压本宫，本宫倒是想要看看太后会不会为了你们动本宫。娘娘，奴婢无意威胁宜妃娘娘，只想求条活路。您也不想在这春日宴上将事情闹大吧？既然你想要出路，那本宫就给你条生路。只要你把这狐妹子妹妹的脸刮花，本宫就不跟你计较。姐姐，手吧。妹妹，你别怪我。快动手啊，我等不及了。宜妃娘娘，奴婢是长姐，没教好妹妹，是奴婢的错，奴婢愿为其受罚，只请娘娘留我和妹妹一条活路。晦气！姐姐，你的阿言，没事，我们才从长计议，只是宜妃善妒，我担心今日之后，她要置我们姐妹二人于死地。对不起，姐姐，姐姐，对不起。睁大你的眼睛，给我看清楚，记明白了。皇上可是特意吩咐你快找到这面纱的主子。是我送给姐姐的梅花面纱，狗皇帝派人大肆搜寻，难不成是姐姐惹怒了皇上？公公，这面纱奴才好像在太医院见过，好像是哪个医女的。太医院，现在就陪咱家去，就算是掘地三尺，也要找到她。不行，我绝不能看着姐姐出事。公公，奴婢的面纱为何在你手中？你说你是这帕斯的主人，你敢动皇上的棋局呀？妄动皇上的东西可是死罪，我绝不能让姐姐受罚。公公，奴婢不是有意动皇上棋局的，求皇上恕罪。哎呀，快请起！恭喜小主了，皇上今儿晚要您去侍寝。哎呦，从今儿起，小主可是飞黄腾达了。您说什么？您去了皇上的身边不是？皇上啊，要宠幸你呀！姐姐，看来这一切皆是天意，报仇之路艰险，就让妹妹走吧。等我爬上高位，定把宜妃的面皮剥下来为你报仇。他来了，
皇上。是个美人胚子，她身上的味道与昨晚不同。今晚的她倒是比昨晚主动多了。修习春宫图多年，只为这一刻，富贵权势将家冤屈，臣盼在此一举，求皇上怜惜妾身。不过，主动的倒也有趣。来人，奴才在。将士服侍，甚得朕心。赏黄金1万两，册封美人。是皇上。多谢皇上。上次你的7星药材局解得不错，等朕今晚忙完公务，再约你下棋。糟了，只有姐姐会下棋。皇上，臣妾晚上等。3星连珠曲，朕还真是小瞧了你的棋艺。爱妃今日为何又戴了面纱？皇上，臣妾感染了风寒，怕传染皇上。皇上可还记得那晚初次相遇，便是如此场景？朕不怕传染，朕现在只想要你，朕现在就要。被他察觉了。有没有人说过你身上的味道很好闻？朕果然还是喜欢你这欲拒还迎的样子。昨晚的主动更让人心生喜爱。皇上，你看，就凭你也想动我？姐姐，你没事吧？阿爷，快走！姐姐，你这一针下去，狗皇帝肯定睡个好觉。说不定等他睡醒，会给我生味道，我就不走了。整个6宫，只有他能与朕的身体契合，朕心甚悦。将士服侍有功，封为华嫔。皇上，这才2晚就越级封嫔，那6宫的娘娘怎么看？朕喜欢便封，还用看他们脸色？华嫔说：“1天1级，明天就能升为妃子，到时候就什么？就报梨花园之仇。”贱人！早知有今日，本宫当初就不该心慈手软，就该让他跳1晚变成冰雕。既然他如此张狂，那本宫就好好挫挫他的锐气。他来了，看来他真如姐姐所说，沉不住气了。听闻妹妹封嫔，
姐姐特地前来祝贺，多谢姐姐。脸都坏成这样了，还敢出来招摇？看你妹妹一朝飞升，你也心痒难耐，想用这张丑脸勾引皇上。来人，赶紧把这2个狐媚惑主的妖女拉出去，好好教教他们规矩。宜妃娘娘，你敢随意打杀后宫妃嫔，就不怕皇上知道了，把你打入冷宫吗？就凭你这个贱人，也敢跟本宫叫嚣，那本宫就把你的心挖出来，看你们还怎么护皇上！姐姐，你敢动我姐姐，就算你是皇上的宠妃，我也照样杀了你！杀本宫？江燕，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吧。只要你把那个丑东西给杀了，本宫就不计较你生平的事，如何？晋升是皇上的旨意，你不过是皇上的妃嫔，你有什么计较不计较的？难不成你把自己当成皇上了？皇上怎么还不来了？只要拖到皇上来，今日便是宜妃的失宠之日。你们该不会是想等皇上来吧？皇上啊，正在养心殿跟朝臣商议政事，恐怕等皇上来了，只会看到你们俩的尸首。这样吧，本宫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你们2个人之中只能活一个，谁要是活下来，本宫不仅不计前嫌，还帮你们巩固圣宠，如何？此话当真？当真！天真！我要你们全都死！我可以去死，只要放过燕儿。姐姐，他上次毁了你的脸，今天要你的命。你以为我们死了，他就会放过我们吗？不会，只有仇人死了，才没有人会威胁我们。燕儿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挑拨我们姐妹的关系？既然都要死，那我就拉着你一起下地狱！敢杀本宫，玉佩！这玉佩怎么这么眼熟？哼，原来罪臣江家的余孽在这儿啊！你个贱人，有什么资格碰我娘的遗物？宜妃娘娘，你猜，若是皇上看到你这副妒妇的嘴脸，他会怎么样？皇上，当初你害我江家家破人亡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江燕，住手！华嫔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启禀皇上，江威、江燕意图行刺宜妃娘娘，求皇上为宜妃娘娘做主啊！皇上，宜妃娘娘说，我妹妹身份卑贱，不配获得圣恩，要煽动私刑，赐死华嫔。你个贱婢，不要胡说！皇上，江夜、江威乃是罪臣已故，亲母江氏10年前差点害死臣妾，臣妾这姐妹俩去靠近你，绝对是别有用心啊！皇上，快叫太医！皇上，臣妾接近你，确实别有用心。臣妾爱慕皇上，一心想得到皇上青睐，所以苦练武当，只因你爱看我。妹妹为偶遇皇上，曾在一大雪天在桥下跳了一整天的舞，没曾想没等来皇上，却等来了宜妃娘娘。宜妃娘娘说，妹妹要勾引皇上，便要划她的脸。若不是奴婢及时赶到，恐怕……你的脸
天下女子最在意的便是容貌，可奴婢在意的是妹妹。若是妹妹被划伤了脸，怕是这辈子都与皇上无缘。爱妃，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爱朕。皇上，宜妃娘娘为了争宠，却要杀掉真心爱慕皇上的女人，这对妹妹何其不公！陛下，奴婢想问，后宫女子真心爱慕皇上，可有错？你个贱婢，好一张巧嘴，竟敢蛊惑皇上！本宫看你是活腻了！奴婢今日就是死，也要为妹妹求个公道。宜妃娘娘看妹妹得了圣宠，便要赐死妹妹，不惜亲自动手，难不成娘娘要屠尽六宫，独占皇上？够了！宜妃，还没闹够吗？皇上，你不要听他们狡辩，臣妾一心都是为您着想。皇上，你看，他们带着罪臣一物，定是天天提醒自己要报杀父之仇啊！欺君可是死罪，死到临头了，你笑什么？奴婢是在笑，娘娘竟敢质疑皇上的抉择。我姐妹二人虽是罪臣之女，可我羌家犯的并非是灭门之罪，且我父兄也已被流放赎罪，付出代价。敢问皇上，罪臣之女入宫，就不能做皇上的宠妃吗？皇上，臣妾曾经也顾虑身份有变，可臣妾心中有你，臣妾爱慕皇上。爱妃，皇上，你不要听他狡辩。若是您现在心软，不派人杀死他们，日后定会酿成大祸呀！皇上，宜妃娘娘，奴婢已经说了，妹妹只是一心爱慕皇上，想在这深宫活下去。奴婢斗胆敢问皇上，想活有什么错？一张巧嘴啊你！还是说，宜妃娘娘觉得您能掌控皇上，掌控六宫，定着六宫所有嫔妃之死？这贱人敢挑拨离间！皇上，您还是杀了臣妾吧，这样才能消遣宜妃娘娘的心头之恨。别说话，别说话！去太医院。皇上，您不能听他诡辩啊！宜妃，这要宠幸谁，还轮不到你做主。皇上，他们是罪臣之女啊！罪臣之女以下犯上，奴婢认罚，愿自请杖责20，只求皇上能给妹妹一个公道，一个属于弱女子的公道。宜妃劫掠成性，谋害宫妃，僭越之罪，罚禁足2月，抄宫规百遍，无朕亲诏，不得踏出宫殿半步。您怎能为了他们这么对待臣妾啊，皇上？至于姜薇，以下犯上，依你所评，杖责20。谢皇上隆恩。皇上，姜薇，别以为皇上进了本宫的族，你就赢了。别以为皇上进了本宫的族，你们就赢了。等本宫出来，定要好好收拾你们。宜妃娘娘，只要我活一日，我便会助妹妹登上高位，将你取而代之。就凭你们2个小贱人想要取而代之本宫，本宫能够稳坐后宫，一是族姐乃是当朝皇后，二是母族权倾朝野，皇上不会愿意。娘娘可曾听过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？娘娘竟还在为外戚势大而沾沾自喜。走，给我狠狠的打！你想以退为进，本宫偏不服。没吃饭吗？给本宫狠狠的打！本宫对付不了江夜，还对付不了你这个贱人。
姐姐，你叫我。宜妃输给2个罪臣之女被禁足的消息，已传遍6宫。本宫只觉得丢人啊！姐，你是不知道，姜薇那个贱人伶牙俐嘴，3言2语就能颠倒黑白。姜妍可是在遭陷害我，皇上居然还信他们。这后宫局势诡谲多变，轻敌乃是大忌。姜家满门既然栽在我爹手里，那他这双女儿自然是赢命的。请姐姐赐教。你入宫10年了，还要本宫教你宫斗吗？蠢货！不如就拿姜薇这把刀戳到姜妍。姜薇、姜燕，既然你们姐妹情深，那本宫就让你们互相残杀。姐姐，姐姐，都怪我不好，是我连累了你，都是我的错。皇上，妹妹真心爱慕皇上，求皇上放下心中芥蒂，不要怪罪妹妹，隐瞒皇上。别说了，姐姐，别说了，我给你上药，别说了。你们姐妹2人身受重伤，就当是惩罚。江家获罪，你们姐妹也被牵连受苦。爱妃，可有怪臣？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。臣妾得皇上怜爱的机会，也是3生有幸。朕不会辜负爱妃的真心。你们姐妹2人在后宫无权无势无补，从此往后，朕便是你们的倚仗。皇上，近2个月，宜妃那里太过平静，我们须得更加小心谨慎才行。燕儿，你不会针对皇上？姐姐，我没有忘记身上的仇恨。罢了，我让你散播的消息如何了？我是因时阴历生辰的消息已经传播到宜妃娘娘的耳朵里了。姐姐，母亲让我们到死都要保守好这个秘密，为什么要主动暴露给敌人呢？自然是引蛇出洞。光是对付一个宜妃就要8层皮下来，而隐藏在江家案背后的真凶们却连真容都未露，看来要赶紧想办法进地牢找到那人了。这个宜妃还真是沉不住气，既然如此，将计就计。江一女，2月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宜妃娘娘，奴婢犯错，自有太医院惩戒，有皇上责罚。你把我私自抓过来，是要动私刑？还真是巧舌如簧。本宫把你叫来，是要告诉你，我们不是敌人，是朋友。宜妃娘娘怕是忘了10年前我母亲是怎么死的吧？姜薇，你怎么这么天真啊？害死你母亲的一直是你妹妹姜燕。本宫刚得知，你妹妹才是那个阴年阴月阴日阴时生的女子，是你母亲非要以命换命，怎能怪得了本宫？要怪也要怪你妹妹，她的出生害得你母亲惨死。够了，宜妃娘娘，说你是想让我亲手害死自己的亲妹妹，那就别做梦了。她是我的家人，我永远不会伤害她的。这后宫手足相残，尔虞我诈，
皆是为了权势利益。他江燕靠的皇上宠幸，平步青云，而你只能一辈子当个宫婢，可悲！我只想你死。姜薇，这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敌人，只要你愿意，本宫可以帮你得到权势、地位、宠幸。这世上最坚不可摧的是利益，你还想让本宫死？娘娘想让我做什么？当然是杀了你那个妹妹。你知道你那个妹妹跟疯狗一样吗？她爱乱咬人。本宫最讨厌疯狗了，可你不一样，你够聪明，本宫喜欢你这样的人。你这张脸可比你妹妹漂亮多了。本宫给你个机会，一个翻身做主人的机会。什么意思？已经下，你给我下药！本宫倒是要看看你们的姐妹情是否真有那么坚不可摧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求皇上看在妹妹的面上，救奴婢一命。是宜妃，只要皇上肯跟奴婢演一场戏，奴婢定能解皇上心头大患。说来听听。你有几个脑袋，也敢揣测军心？皇后和宜妃的父亲真南王权倾朝野，宜妃娘娘仗着母族势大，在后宫嚣张跋扈，皇后更是拉拢权臣无数。闭嘴！小小婢女也敢妄议朝堂！皇上，难道真的不想要一把名正言顺的屠刀吗？我杜英文，帝王眼里最容不得的便是外戚势大。好戏开场了。宜妃娘娘那么爱看戏，看来是时候演一场了。明明知道我喜欢皇上，你还要跟我争恩宠，为什么要背着我跟皇上？不是这样的，妹妹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！你是我姐姐，你喜欢什么可以告诉我。可是我不会原谅一个背叛我的人。从你爬上龙床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不再是姐妹了。我不会原谅你的。姜薇，本宫早就跟你说过，就算是亲姐妹，也会为了男人撕破脸皮，何况是全天下最尊贵的男人。是你给我下药，害我们姐妹二人反目成仇。你满意了？等你除掉那条疯狗，本宫才会满意。你要是想活命，就赶紧恢复容貌，不然若是你那个妹妹吹出耳旁风，恐怕皇上是要除掉你这个丑东西的。妹妹不会让皇上杀我的。那就让我们看看你的妹妹有没有你说的那般顾念姐妹情分。华嫔说了，她这姐姐留不得，这亲我要亲手杀了她泄愤。
皇上持剑前来，是来杀奴婢的。是妹妹让你来杀奴婢的吗？人已走了，皇上不必再演了。真没想到你的脸恢复原样之后，倒是一个佳人。色令之婚，令人作呕。宜妃娘娘派人监视皇上一举一动，陛下当真心无芥蒂。现下这戏也已传到宜妃娘娘耳中，奴婢是时候该去见见宜妃娘娘了。敢利用朕的女人，你当真是第一个。谢陛下看在妹妹的份上，纵容奴婢放肆。这个味道为何会在她身上呢？多谢宜妃娘娘救命之恩，奴婢怎么也想不到，妹妹竟会怂恿皇上杀奴婢。若不是娘娘提前给我药膏，让我恢复容貌，奴婢怕是活不过今夜。本宫救你一命，你准备如何报答本宫？悉听娘娘尊便。本宫听闻江医女医术高超，可认得这是何物？短3寸，身体暗红，这是北境蛊虫。不错，这正是子母同心蛊。只要你把这蛊虫下到江砚跟皇上身上，等待蛊虫发作，皇上定能赐死江砚。届时你以医女的身份给皇上解蛊，定能月景风飞。江砚劝皇上杀你时，可没半分犹豫。娘娘怎会知道此事？皇上身边自有本宫安插的眼线，他待你如此狠毒，你又何必为他着想？看来我与妹妹演的这场戏也非戏。奴婢愿做娘娘手中最利的刀。那本宫便静候佳音。娘娘，这姐妹二人会不会是假决裂啊？就算是假的，本宫也要让她成为真的。派人盯着他们。是。姐姐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我这里可不是皇上的寝宫。妹妹能否原谅姐姐？此话怎讲啊？怕是过不了几日，姐姐就要成为皇上的宠妃了吧？只要妹妹愿意喝下这杯茶，原谅我，我保证立刻离开后宫，不再出现在妹妹和皇上面前。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，我相信你才怪！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是医女，该不会是想毒死我吧？因为派人监视我，陪我演完这场姐妹反目成仇的戏码，演完之后就是一味的死期。江薇，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。妹妹居然为一个男人就跟我反目成仇，真让姐姐寒心。既是这样，那大家倒不如公平竞争，看看最后到底是谁留在皇上身边。记住，长幼有序。陛下这是中了子母同心蛊，需找到母蛊宿主，用其心头血，才能引出此蛊，不然只怕是活不过7日啊！你可能谈出这何时中的蛊？此蛊虫只有在月圆之夜才能寄生在人身上，
陛下此时发作，怕是半月有余了。半月。也是花瓶时期。来人，给朕把花瓶押过来。宜妃，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。皇上，臣妾早就说过，罪臣之女其心可诛，接近你定是要谋害皇上呀！你胡说什么？皇上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臣妾？皇上，口口声声说爱慕朕，背地里却给朕下蛊，亏朕待你不薄。皇上切勿动怒，孔子骨肯是心脉，这北境古虫，奴婢可解。你能解蛊？皇上，什么子骨母骨，臣妾不知道，一定是有人陷害臣妾。皇上，你要为臣妾做主。是你，我是你亲妹妹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两个畜，最终还不是我们自相残杀。够了！来人，在！把江燕押入大牢，严刑拷打，做成人质。皇上，蔷薇，他懂医术会解蛊，是他陷害臣妾的，与臣妾无关啊！皇上，一同押入大牢。皇上，是谁给您下的蛊？一测便知。陛下，子骨以母骨血液供养，只要闻到母骨者的血液，便会躁动。皇上，下蛊一事与奴婢无关，轮到你了。皇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真的不是臣妾，一定是有人陷害臣妾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把剑拿来！杀了他！皇上不可！让开！子母骨同生共死，眼下陛下的性命与江夜相连，万万不可杀他。皇上，不如先把江夜押入大牢。若这姜薇无法替您解毒，再杀她们姐妹俩也不迟。两个罪臣之女，朕怎么知道她们两人不会合谋害朕？她们姐妹已反目成仇，皇上不如信姜薇一次。好，那就把姜薇留下，给朕解毒，把江夜押入大牢。待朕解蛊之日，便是你的死期。皇上，臣妾真的不知情啊，是蔷薇和宜妃他们陷害臣妾啊！拉下去！蔷薇、宜妃，我错悔都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本宫最喜欢看姐妹互相残杀的戏码。姜薇，朕给你3日时间，到时若解不了朕的蛊，你就陪着江夜一起死。奴婢遵旨。多谢娘娘在皇上面前替奴婢说话，不然今日怕是要死在皇上剑下了。画押吧。罪臣之女姜薇，懂医卜之术，在皇上与妹妹江燕身上种植子母蛊，可令其性命相连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本宫从不信绝对的忠诚，除非你有把柄捏在本宫手中，一个能置你于死地的把柄。惊喜吗？本宫送你的礼物。
本宫呢，对付你这种贱人，向来只玩阳谋。姜薇，你这么讨厌你妹妹，肯定会亲手取她的心头血，对吧？你过来干什么？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把认罪书签了，当宜妃的狗，滋味如何？好过你为了一个男人跟我反目成仇。蠢货！花丫，怎么？他不愿意，那就打到他愿意。本宫倒是要看看他骨头有多硬。姜薇，你该不会是心软了吧？满意了吗？满意的很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本宫在这后宫里最信任的人。去取心头血吧。怎么，舍不得？那这画押书要是让皇上看到，你可是连给本宫当狗的机会都没有。你还真是个窝囊废！你要是落到我的手里，别说是心头血，就是把你五马分尸都不为过。姐姐，这是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！皇上解骨之日，就是你妹妹葬身牢笼之时。到时你只要好好做本宫的狗，本宫自会护你性命无忧。宜妃，待你除掉我妹妹之时，她就是我的死期，但我岂能如你所愿？皇上，奴婢已取江燕的心头血，这就为您引蛊。只是这蛊虫容易受惊，要不您看？都退下。是。皇上，您身上的蛊虫是奴婢下的。皇上恕罪，切勿动怒！皇上切勿动怒，切勿动怒！奴婢这就给您解蛊。娘娘派我监视江辉的一举一动，他如果在皇上面前说了些不该说的，那便坏了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姜薇，你到底对皇上做了什么？皇上这不好好的吗？朕没事儿，回去告诉宜妃，朕的蛊毒已尽，叫她不要担心。是，皇上。
李总管，吩咐下去，明日午时赐毒酒给江夜，让宜妃亲自心醒。是皇上。皇上好生兴致，约臣妾来这地牢里下棋。别急，朕带你看一场好戏。江夜，瞧瞧你现在这副样子，你平时不是很嚣张吗？不是喜欢跟本宫斗吗？怎么，斗不起来了？赢了，本宫当然会赢。在这后宫里，本宫想捏死一个嫔妃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皇上身上子骨已解，和我身上的母骨过不了几日都会死掉，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，自我毒酒？因为本宫最爱亲手除掉仇人，很爽的。什么？尤其是你姐姐杀了你，本宫会更爽的。姜薇，本宫给你个亲手送妹妹上路的机会。只要你杀掉江夜，本宫就烧了认罪书，从此以后，本宫会扶持你登上妃位。姜薇，你以为你替宜妃杀了我，她就会帮你隐瞒下蛊之事吗？至少你死，我还能活。妹妹，性命攸关，你会帮我的，对吧？我恨你。巧了，我也恨你。若不是当年母亲代替你这个纯阴女子，她就不会死。原来你早就恨我了。如果被取心头血的人是你，母亲就还能活着。这10年，我也不会过得这么苦。妹妹，你就放心去吧，我会替你好好活着。什么姐妹情深，也不过如此嘛。皇后，朕中蛊这几日你没来看朕，你就不好奇这幕后凶手到底是谁？无论是谁，皇上都会下完这盘棋的，对吗？娘娘，江夜已死，认罪书可以还给我了吗？来人，把姜薇给本宫杀了！你骗我！是啊，谁让你这么好骗？一个认罪书就让你杀了自己的妹妹。不过你们母女3人都死在本宫手里，也算是圆满。把将去给咱家按住！娘娘，奴婢已经听您的，杀死江夜，给皇上下蛊。你为何还要杀我？因为本宫恨你，更恨你的妹妹。本宫恨所有在皇上身边的女人，皇上身边只能有本宫。所以，为了留住皇上，你要杀死他身边所有的女人。那又怎样？
反正你这个替死鬼已经认罪画押，你死后就不会有人知道皇上的故事本宫下。什么？死到临头还敢笑？你先住手！参见皇上、皇后。宜妃啊，你身为皇后胞妹，朕的爱妃，你怎么能给朕下蛊？臣妾没有，是江夜给您下的蛊。朕跟皇后在旁边都听到了，还在狡辩。我在旁边，姐姐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皇上，跟臣妾解释，是江薇怂恿臣妾，她们姐妹反目成仇，想要陷害于您，皇上。谁说我和姐姐反目成仇了？你没死。我跟姐姐自幼便向着母亲的遗骸发过誓，此生此世永不背叛彼此。我姐姐可是医女，她不让我死，我就死不了。你们两个敢引本宫入狱，本宫要杀了你们！宜妃娘娘，引你入局的不是我，是皇上。蔷薇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要害臣妾？朕看是你想谋害朕吧？宜妃娘娘，你设计我爬龙床，为的不就是让我姐妹二人反目成仇？可你却不知，早在那一刻起，你就跳进我跟姐姐设计的陷阱里了。宜妃派人监视我，陪我演完这场姐妹反目成仇的戏码，演完之后就是宜妃的死期。本宫竟然中了你们两个贱人的计，而我早已向皇上坦白，是宜妃娘娘逼迫我，让我陷害江夜，给皇上下蛊。宜妃不惜伤害龙体，也要置我们姐妹二人于死地。若江燕死了，下一个便是奴婢。朕原本以为他企图成仙，瞧他一眼便识，没想到他连朕都敢害。我姐妹二人本就是罪臣之女，在这宫中举步维艰，奴婢知道，只有皇上一人能救我姐妹二人的命，请皇上救命！皇上，就算臣妾万般不甘，也是因为爱你啊，皇上。那岂不是每一个刺客都是爱朕不得的痴情人了？姐姐，你帮我跟皇上求求清醒不行？皇后娘娘，宜妃是您的胞妹，您该不会要徇私枉法吧？你触犯宫规，刺杀皇上，本宫也救不了你。姐姐，来人！宜妃企图弑君，即日起打入冷宫。皇上，天子犯法，当与庶民同罪。宜妃娘娘谋害皇上，犯的是死罪，当以儆效尤。江薇，宜妃娘娘身为镇南王之女，皇后之胞妹，却敢谋害皇上，若不是有人指使，这贱人竟然敢拉扯我母族，引起皇上疑心。江薇，你少在这煽风点火！江薇、江夜陷害臣妾，不然臣妾怎敢给您下蛊呀，皇上！宜妃娘娘此言何意？我与妹妹二人本就是罪臣之女，在这深宫中谨小慎微，步步维艰，活命都来不及，又怎敢怂恿娘娘您去谋害皇上呢？况且您是娘娘，我是奴婢，您怎会听我的话？还是说您背后有高人指点？皇后娘娘，您觉得呢？江薇，这里岂容你多嘴？多了。皇上恕罪，姐姐也是担心指使宜妃背后的幕后主使还没有被查出来，会再次加害皇上，不是故意说皇后的。好个伶牙俐齿的贱人，竟能挑拨皇上对本宫的疑心，怪只怪宜妃这个蠢
本宫要杀了你们！本宫要杀了你们！此白绫，皇上，送宜妃上路。全心救我！皇上，看在宜妃侍奉有功的份上，不如就将她打入冷宫，苦苦一生就好。你就这样杀了她，臣妾和家父都会心痛万分啊！皇上，求皇上饶命！皇后娘娘此时搬出镇南王，可是要威胁皇上。可她宜妃犯的是弑君之罪。闭嘴！主子说话哪有你这个贱婢插嘴的份儿？我可不敢闭嘴。皇后娘娘如此袒护弑君之人，莫非娘娘也参与了？放肆！你皇后，你要是再敢给宜妃求情，朕就把你当同谋。皇上，臣妾不开心。妹妹，你看着吧，封妃之日，本宫就撕碎江家姐妹，替你报仇。将位将业，终有一日，本宫定要你们姐妹二人尸万段。是朕误会了你，你可以怨朕。皇上，臣妾怎么会怨你呢？臣妾知道皇上心中有臣妾，只是被奸人所蒙蔽了。你为朕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还蒙受不败之冤，朕会补偿你的。等你晋封了妃位，你就是朕的华妃。至于你救了朕和华妃，可有什么想要的？要不封你为嫔？谢皇上恩典，奴婢与皇上此前种种，皆是演戏。奴婢一心只想成为医官，继承母亲遗志。好，朕准了。她果然不同于后宫其他女子。娘娘，皇上已命人焚毁了宜妃娘娘，老奴也只收敛回来宜妃的骨灰。最是无情帝王仙送到南疆，并告诉父亲来龙去脉。本宫要让这两个贱人知道得罪本宫的下场。是，还有，皇上要封华嫔为妃。近日宫里上上下下都在忙着1个月后的封妃大典。罪臣之女，好不风光啊！封妃大典之日，本宫要好好会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兹尔江氏门柱勋庸，柔家诚信，今册封江燕为华妃，赐居静宁宫。钦此。臣妾叩谢皇上恩典，叩谢皇后娘娘。身在妃位，当谨言慎行。这后宫危机重重，下次可就没那么好命。姐姐这次能赢得了宜妃，下次就能赢得了皇后娘娘。你很得意啊？我为什么不得意呀？我可不像姐姐处处隐忍退让，要是把我逼急了，我可是会咬人的，咬住了可就不松口了。皇后娘娘，那7日之后的封妃大典就劳烦您了。本宫自有安排，你们大可以好好期待。姐姐，你又玩这个？今日之事误结了。姐姐，我觉得那个老妖婆会在封妃大典上搞事情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宜妃之死传到镇南王耳中，我们的处境会更加不利。
那我们怎么办啊？倘若镇南王这枚棋子利用好，说不定能置皇后于死地。为什么听不懂？走吧，跟我去见一个人。是皇帝派你们来的，回去告诉他，我是不会让我儿回皇宫的。罪臣之女江燕参见燕太妃娘娘。你们是江丞相之女？是。你们，竟真是你们！江燕倒是调皮的紧，不过江薇这孩子性格沉稳，倒是挺适合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。燕妃娘娘，您不会是想让二皇子和我家薇儿定娃娃亲吧？有何不可？快起来！10年不见，你们阿母可安好？我阿娘10年前死于宜妃之手。燕太妃娘娘，我姐妹2人此次前来，只为求一封信，一封能让太妃娘娘出狱，让我等扳倒镇南王、皇后的信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请燕王殿下回宫。你们可知，皇上是燕王如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他回来岂不是自寻死路？娘娘，正因如此，才要向死而生。燕王与江氏当年被镇南王一族谋害，复修流放之路，客死他乡。燕王殿下戍守边关10年，太妃娘娘，您难道真的不想再见他一面？这封信我该如何写？启禀燕王，王公密信。下去吧。燕王殿下，请您回宫彻查江家旧案，为江氏讨回公道。作为交换，小女子愿意助你一臂之力，救出燕太妃娘娘。江家曾与母妃是世交，当年本王与皇兄争夺皇位失利，导致江家满门流放，难怪母妃会与其待毙。躲在北京终究不能长远，看来是时候回一趟京城。备马！姐姐，你说燕王他会回京吗？燕王迟早要回京救母，只是找不到契机。如今封妃大典是他目前的最好时机。可是燕王争夺皇位失败，他进京岂不是自讨死路？那到时候我们的处境只会变得更麻烦了。燕王是个聪明人，况且他现在手握军权，皇上若是找不到由头，是万万不可随意打杀他的。我觉得姐姐更聪明，要不是你护着我，我在这深宫中怕是活不过3日。那是自然。可母亲曾经说过，我们姐妹2人要互相扶持，要在这宫中好好活下去。活下去，报仇。娘娘，去探子来报，燕王正赶往皇宫。哦，一个争皇位失败的王爷，这时候回皇宫，就不怕身首异处吗？你说，该不会和江家那2个余孽有关吧？他可是皇上的逆鳞，本宫倒是很期待这2家联手，到时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朱爱卿，开宴。哈哈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不敢。
就是娘亲口中的二皇子燕青，可他将来真的能争过太子当皇上吗？二弟擅离职守，撇下北境将士不管，进宫做什么？启禀皇上，北境大捷，臣弟特将敌将头颅带回，以壮我大庆军威。燕王真是聪明，携带敌军头颅进宫，视为功臣。就算皇上想要找茬，也要念及军功，不罚反要赏。哈哈哈哈！好啊，二弟进宫带来如此好消息，朕该赏。谢皇上。二弟此次回京，正是时候。过几日便是朕的爱妃的封妃大典，届时就由你带领禁军在皇宫巡视。若是封妃大典有何差池，朕拿你脑袋试问。是，皇上。念及你10年来没有回宫，太妃也很是想念。行不形于色，沉得住气，看来是个聪明的队友。待封妃大典之日，便让燕太妃一同观礼。谢皇上。拿母妃来威胁本王，待本王救出母妃，便是你的死期。二弟此次打算何时回北境？北境大势已定，臣弟打算留在京城，当个闲散王爷。留在京城？皇兄是不想臣弟留下？怎么会？想留那就留下，留下就别想走了。看来这皇宫要不太平了。等燕王死去，父王掌控燕家军，我们袁家将会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而本宫的儿子就是将来的储君。燕王殿下，你让母妃写信叫本王回宫，是何居心？奴婢只是觉得太妃忧思成疾，而您又远在北境，这才让太妃娘娘写信。没人能用母妃来威胁本王。不是威胁，是期盼燕王母子团聚。我妹妹是朝中宠妃，你在宫中杀了我，皇上找了由头，怕是燕王母子再难团聚。嘘，你听。此事当真？可要告诉皇上。不仅不能告诉，还要让他们好好培养感情。我倒是要看看姜薇在皇上的心中到底是何地位。是。皇上，若是你知道曾经跟你抢皇位的燕王，如今跟你抢女人，你该是何等滋味？本宫很期待。燕王怎么刚非礼完奴婢，就要杀人灭口啊？难怪至今都未成家。伶牙俐齿。待交易结束，王爷再杀我，不迟。本王告诉你，别以为讨好母妃，本王就会跟你做交易。奴婢知道。姜家全族已死，剩你们2个孤女，要是好生过日子。燕王，
到了。青儿，12年不见，你都成这么大了。母妃，儿臣不孝。你这口舌倒是厉害，竟说服母妃。不是说服，而是利益相同。燕王莫不是忘了，当初您争夺皇位失败，江家首冲其害，我父亲保持中立，也依旧被弹劾，只因我母亲与燕太妃是闺中密友。你是在埋怨本王？只是提醒，我们才是一条战线的盟友。你太弱，不配当本王的盟友。救母妃，本王自有计划。但你江家的案子，本王日后会替你们平反。这男人还真是油盐不进。你说姜薇带燕王去地牢见了燕太妃？是娘娘。一个是罪臣之女，一个是争皇位失败的王爷，莫非他们还想翻盘不成？若是他们2人联手，再加上江燕给皇上吹枕边风，这局势怕是会对娘娘您有所不利呀。本宫自有计划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你说燕王拒绝合作，这个狗男人给他脸了，居然敢拒绝我姐姐！燕王生性凉薄，想要说服他，绝非易事。可若是燕王不愿意帮助我们，那凤妃大典上岂不是会栽在皇后手上？就算燕王不帮我们，我们也一定要扳倒皇后。我敢笃定，燕王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，只是需要一个契机。什么契机？误会的契机。今夜你去找皇上，就说我和燕王曾经定下娃娃亲，我喜欢燕王。啊！我在赌皇上对后宫每一个女子的占有欲。母妃，莫要把心物再给别人了。这本该就是那孩子的，若是10年前没有发生那场变故，也许你跟姜薇的娃娃亲就能定下来了。娃娃亲？你说什么？燕王和姜薇有娃娃亲？对呀，皇上，姐姐还说今晚15要和燕王相聚在竹院吟诗作对呢。二弟一个粗人还会吟诗？皇上一定认为这后宫所有的女人都该属于他，可这燕王从前与他争皇位，如今与他争女人，他沉不住气。敌人的推波助澜会将我和燕王捆绑在一起，到时候不管他愿不愿意，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。燕青跟朕抢皇位抢女人，你抢得过我吗？高义，去主院。王爷，这是要杀奴婢啊！你跟踪奴婢只是在这里等王爷，等王爷一个答案。本王说过，不会与你合谋谋害皇后。本王此行进宫，就是为了带母妃离开皇宫。是吗？那可就由不得你了。得罪了，王爷。在干什么？你设计本王？既然王爷不肯跟我同盟，我就只能设计王爷。参见陛下。这女人倒是有趣，本王还第一次被女人算计。深更半夜，孤男寡女，这是朕的皇宫，不是你燕王的寻欢场。臣弟恰巧碰见江姨，恰巧讨来的药方。皇兄这么生气做什么？
不知道的还以为皇兄认错了妃子，把姜薇认成了华妃。皇上，臣妾江燕参见皇上。胡言乱语。既然如此，那臣弟与江一女一起，可违反宫规了。女神，你惹的是你自己摆平。这男人他是故意的。姜薇，燕王不日就要去北境，那等苦寒之地可不似皇宫这般。你当真要抛弃小江一，留他一人在皇宫？燕王去哪，奴婢就去哪。姜薇，你当真喜欢燕王？皇上怎么如此关心奴婢？莫不是真把奴婢当成华妃了？皇上，您当真喜欢姐姐？不是，朕只是怕你姐姐被骗了。哪里是怕姐姐被骗，是怕燕王抢走姐姐吧？若陛下无事的话，奴婢和燕王殿下就先行告退了。朕明明喜欢的是江燕，为什么姜薇却能扰了朕的心绪？难道不可能？满意了？王爷不满意？拉本王下水，你胆子倒是不小。既然活路你不走，那就跟本王一起走死。和燕王在一起不会死。既然王爷是我的盟友，那就得帮我忙。什么事？皇后娘娘把宜妃的骨灰送到了镇南王手中。你想动手脚？我想逼镇南王带兵进宫，实属谋反。娘娘，皇上在竹院与燕王和姜薇发生了争执。哼，很好。燕王和姜家这两姐妹本就身份特殊，如今还敢招惹皇上，真是不知死活。嬷嬷，你说如果燕王和姜薇有书信往来，那皇上会怎么做？罪不至死。若是意图谋反呢？那将必死无疑。慌慌张张的做什么？臣妾要放受朝了。哎，这是我的字迹，拿我的药方做什么？难道……看来皇后已经先一步动手了。希望燕王手下的人能早日到达南疆，引镇南王进宫。王爷，这是宜妃娘娘的骨灰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皇上怀疑宜妃和皇后娘娘要谋害龙体，便赐死了宜妃。如今皇后娘娘在宫中举步维艰，恐怕要遭遇不测。这个狗皇上登基以来便忌惮本王，处处打压。本王为了两个女儿一退再退，他以为本王怕了他不成？不如王爷进宫表明忠心，跟皇上澄清误会，皇后娘娘也好过了。贝马，我要进宫求见皇上，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女儿。参见陛下，奴婢赶着去地牢给太妃针灸，先行告退。站住！姜薇，朕有话要说。皇上请说。封妃大典在即，如果你愿意，朕可以封你为贵妃。做朕的女人总好过做燕王的女人。
皇上说笑了，我怎么会跟妹妹抢他喜欢的人？只要朕好好跟嫣儿说，她定会答应。可我不愿意，奴婢一心只想当个医官，不想当贵妃，卷入后宫纷争。你当真如此？奴婢告退。姜文，你是第一个让朕手足无措的女人。王爷，您这是跟燕太妃怎么了？为何如此生气？皇后派人把母妃带走了，本王要去凤仪宫算账。参见皇后娘娘。本宫就知道你们会来。本王的母妃何在？过几日便是封妃大典，皇上特许燕太妃前去观礼，本宫特意请太妃出来好生照顾。有什么问题吗？皇后娘娘不早不晚，偏偏这个时候请出燕太妃，是想利用燕太妃牵制燕王吧？姜薇，你这个话本宫就不爱听了。本宫好心放她出来，你们不感激也就罢了，还要诋毁本宫的好意。王嫂，本王再问你一次，本王的母妃何在？太妃身子虚弱，需要静养，你们就无需去打扰。那就劳烦皇后娘娘这几日好好照顾燕太妃。封妃大典之日，若是太妃少了一根汗毛，我想燕王就是死也会拉着皇后娘娘同归于尽吧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威胁本宫？本宫乏了，嬷嬷送客。是。太妃，你儿子来了，你倒是镇定。不如你帮本宫写一封信，一封燕王造反的信。绝不可能！是吗？本宫有100种方法让你照做，记住，不可留下任何伤痕。本宫可不想在封妃大典之日被百官们发现对她用了刑。皇后，你就是杀了我，我也不会陷害我的儿子。那就看看你这把老骨头有多硬。本宫自有办法伪造你们谋逆的罪证。本宫很期待封妃大典。本王还不需要一个女子站在前面。奴婢只是怕燕王冲动行事，会引来麻烦。如果刚才不是你阻拦本王，本王早就冲出去带着母妃离开了。然后呢？你不会真以为皇上会让燕太妃出宫吧？天下之大，莫非王土，我们逃不掉，你们一样逃不掉。燕王殿下与其蹉跎度日，倒不如好好想想封妃之日该如何放镇南王进宫吧。时至今日，本王才发现，从进宫那一刻起，就掉进你的陷阱。那又如何？互惠共赢，不好吗？燕王殿下。那本王期待你在封妃大典上的表现。他不说话时，想起了姜文。皇上，皇上，臣妾前几日听闻，您跟姐姐说要在封妃大典上一并封她为妃。朕也是
为了你们姐妹二人好，我怕你姐姐被燕王哄骗离宫。如果封她为嫔妃，你们2个人就可以在宫中相守一生。那臣妾当是要谢谢皇上了。什么怕我们姐妹2人分离？我看你是贪恋我姐姐吧。爱妃，封妃大典在即，别操心那么多。狗皇帝，待我报完家仇，再亲手除掉你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江氏女江燕，容姿娟丽，贤良淑德，忠心可见，赐封华贵妃，赏华苑，钦此。谢皇上。好戏该开始了吧？皇上，臣收到消息，有人要趁封妃大典谋反。何人如此猖狂？皇兄莫急，臣弟请令前去查清真相，搜捕乱臣贼子。燕王殿下那么着急前去请命，怕不是乱臣贼子，就是你吧？皇后娘娘此话何意？皇上，依臣妾看，今日皇宫大乱，必定跟燕王脱不了干系。皇后娘娘准备了这么多人，只为陷害燕王。我倒是期待，等镇南王进宫后，你会怎样？传朕旨意，立刻封锁宫门，搜索宫，查出谋逆者，杀无赦。诺。皇上，这臣在华贵妃宫中搜到了谋反密信。华妃，你们姐妹2人竟然联合燕王，一同谋反！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！且慢，皇上，臣弟没有谋反，这些信件都是有心之人伪造的。皇上不好了，宫门闯进100名精兵，顷刻即到。此路一路通畅，看来皇上对本王心怀愧疚，随本王进宫，跟皇上讨个说法。你都闯进宫了，你还告诉朕你没有谋反？哎，燕太妃别着急走啊，一会儿有的是时间让你们母子团聚。我要向皇上揭发你陷害我儿。你猜皇上他会信吗？皇上若是会信，就不会将燕王镇守在北境，也不会把你打进大牢牵制燕王。都怪我连累了妻儿。请皇上明鉴，奴婢姐妹2人绝无谋反之心。那信上的内容也不是奴婢所写。难道真的有人陷害姜维？皇上，这是姜薇曾经开过的药方子，对照自己看来，确实是姜薇的无疑啊。更何况燕王曾经跟你抢夺皇位失败，再加上姜氏2姐妹是罪臣之女，她们要联合造反，实属情理之中吧。皇上万万不可听信皇后一面之词。皇上应该赶紧把他们杀了，以绝后患。臣妾是您的结发妻子，又岂会害您？皇上，我们是无辜的。铁证如山，你还敢狡辩？看看你姐姐都写了什么！别告诉朕你不知道。这确实是姐姐的字迹。燕王无诏回京，勾结罪臣之女，一同谋反。来人，就地处决！且慢，皇上，臣弟只身回京，只带了护卫10人，
北境兵力分毫未动，城外大军与臣弟无关。除了你还会有谁？燕王殿下，只有你掌握了京城的10万兵权，意图谋反，难道还有别人吗？皇后娘娘怎么知道谋反的没有别人？够了！待朕杀了这谋逆之臣，就来处置你们2个罪臣之女。动手！万万不可！老臣参见皇上。皇上，逼宫谋反的是镇南王和皇后。爹，您怎么会前来皇宫？好大的胆子！敢带兵入宫，意图谋反！禁军听令，咱们给朕抓起来！是。皇后娘娘，惊喜吗？是你！好一个皇帝小儿，早就安排禁军在这里等本王送死。今日无论如何，给我救下女儿。皇上，既然你这么对老臣，就别怪老臣动武了。上！燕王，方才是朕误会，原来想谋害朕的人是你呀！放心，有臣弟在，必保皇上无恙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进宫的人明明是燕王的人。把燕太妃的信件传到北境，到时本宫就不限燕王的左膀右臂，进宫就。皇后惊喜。王爷，这是宜妃娘娘的骨灰。要进宫求见皇上，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女儿。姜维，本宫要杀了你这个贱人！给朕老实点儿，再折腾，朕现在就杀了你！镇南王，告诉朕，为何谋反？谋反？皇上，臣只是向你讨个说法。反倒是皇上见到臣就喊打喊杀，老臣真是为了自保啊！皇上，宜妃之死传入镇南王耳中，奴婢想，镇南王带兵进宫是来报仇的。镇南王起兵谋反，打入地牢。皇上，就算你要杀老臣，老臣也要问你，你为何要赐死怡儿？镇南王，你的手未免伸得也太长了，朕的后宫何时轮到你来掌管？老臣管的只是老臣的一双女儿。现在宜妃已死，皇后遭人迫害，老臣只是向皇上讨个说法，皇上却执意要说老臣谋反。你无照带兵入宫，这不是谋反是什么？爹，不要再说了，我们是被奸人算计了，他们故意设计你进宫，为的就是铲除我们一族啊！不是你带你下人让我进宫的吗？皇上明鉴啊！有一个太监对老臣说，你杀死了宜妃，皇后在宫中遭您迫害，性命堪忧，老臣担心女儿，这才急迫进宫的呀。皇上，是燕王和姜维故意设计我父亲进宫的。皇后娘娘，奴婢和燕王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不可能让镇南王带兵进宫啊。况且镇南王和燕王不和，向来是众人皆知。倒是皇后娘娘您逼太医院的宫女偷盗奴婢药方，模仿奴婢自己撰写谋反信。拿水来。竟然是拼凑的书信。皇上，奴婢这里还有皇后娘娘逼燕太妃所写的寄往北境，让北境士兵带兵入宫的信。呈上来。可皇后娘娘不知道的是，这信被北境士兵又送回到了燕王手中。皇后，你失算了。本宫居然栽在了你们的手里，都说无意，本宫输了。皇上，臣妾愿意领罪。
还请皇上放过我父。臣妾是因为嫉妒江家两姐妹得到了皇上的恩宠，才命人去篡改信件，污蔑他们二人与燕王勾结谋反。皇后，你我夫妻20载，为何要这么对臣？臣妾愿意认罪，可我父亲也是受到奸人挑拨才带兵入宫的，请您看在我父亲爱女之心的份上，放过他吧。爱女之心，便可带兵进宫。若他日皇上责罚皇后，镇南王岂不是要取了皇上的性命？皇上，镇南王拥兵自重，带兵入宫，理应重罚。这里轮不到你一个贱婢说话。闭嘴！这里哪轮得到你一个逆臣说话？皇后之子，是为太子，依奴婢看，镇南王想扶持外孙上位，替换大庆血统，也不是没可能。歹毒的贱人，竟然敢攀咬本宫的儿子！大好的机会能夺这个老东西的兵权，这罪必须按在他头上。皇上，老臣冤枉啊！你千万不要听信这个贱婢之言。皇上，冤枉啊！我和父亲绝无谋反之意，臣妾自愿被打入冷宫，还求皇上看在我们往日夫妻的情分上，放过父亲吧。传朕旨意，即日起废除皇后之位，打入冷宫。皇上不可！贸然废后，有伤国本。皇上，老臣和南疆10万将士绝不允许废后啊！老臣和南疆10万将士绝不允许。南疆不过10万大军，而北境却有雄兵100万。镇南王，南疆的军是皇帝的子，不是你镇南王的私人军。皇上，求您饶了皇后，老臣愿意上交兵权啊！够了，朕意已决，即日起废后打入冷宫。至于镇南王，劳苦功高，上交兵符，就打入宗人府，颐养天年。这南疆10万大军，今日起就由朕来掌管。有了南疆军权，燕王但凡有一点不足，朕谢皇上不杀之恩。臣妾接旨。江威、江燕姐妹二人因为皇后诬陷，朕因误会，心怀愧疚，现封江燕为皇贵妃，江威一品衣冠。谢皇上隆恩。皇上，燕王当真是个好盟友，聪明，好用。庆儿，母妃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庆儿，江威是喜欢你吗？你们2个进展到哪一步了？啊？母妃这话是什么意思？15年前，若不是燕王府与江家发生变故，真是造化弄人。皇上，您还在为皇后、镇南王的事忧心吗？没有，朕忧心的是燕王，他这人从小到大什么都要跟朕争。皇兄，皇兄，臣弟有事相求。说。臣弟母妃体弱多病，恳请皇兄开恩，准许母妃离开地牢，回宫中居住。放肆！仗着立功就要情杀，要不要朕提醒你？你母妃之所以关在地牢，是因为你，朕不杀你们，以示仁慈。启禀皇上，地牢阴冷潮湿，烟太飞太
本就血脉淤堵，再这样下去，怕是要得寒疾，命不久矣。你是担心燕太妃，还是心疼燕王？皇上，姐姐是医女，自然是担心燕太妃。更何况，燕王刚刚立了功，就算释放燕太妃，他们也逃不出你的手掌心。不如就让姐姐给燕太妃调养好身体，正好既是照顾，也是监视。皇上，你信不过姐姐，难道还信不过臣妾吗？朕自然是信你。传朕旨意，接燕太妃回天仪殿，由姜薇照顾。奴婢遵旨。谢皇兄恩典，臣弟欣喜。恭喜燕王母子团聚，您莫要忘了，您欠我们姐妹一个人情。这男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傲娇，令人讨厌。皇上，臣妾有一事不明，那皇后和镇南王做了那种谋逆之事，为何只是将镇南王关了起来？皇后和镇南王在朝中经营多年，势力盘根错杂，燕王还在旁虎视眈眈，朕这皇位做得没有一日踏实。这个狗皇帝表面看起来是个昏庸好色无能之辈，没想到心机竟然如此之深沉。帝王之术在于制衡，燕王镇南王朕要徐徐图之，以望大器。皇上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男人，无论是镇南王还是燕王，都不是您的对手。怎么，你们专程来冷宫这儿耀武扬威来了？皇后娘娘，我姐妹二人深夜前来，只为向您求证一件往事。说，当年江家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镇南王府为何要谋害江家？我父亲根本就没有伙同燕王谋反。重要吗？娘娘此言何意？姜薇，你远没有我想的那般聪明。在这皇宫里面，手握重权的是皇上，皇上说谁谋反，谁就谋反。你们故意设计我父亲进宫，皇上为何会如你们此意？皇上早就在等一个可以收拾外戚的机会，哪怕我父亲根本没有谋反之心。自古薄情帝王家，昨日之宜妃是今日之我，今日之我便是明日之你。姐姐，这个皇后说话神神叨叨的，一句有用的信息都没有问出来。我要进去问问她，到底为什么要害我们江家？朕慢下，别去问了。皇后说的没错，这世上只要是皇上不想做的事，便无人能逼他。镇南王一事，算是给这皇帝做了嫁衣。可如果不是镇南王害了江家，江家不会被流放的。回去，江家案一事，从长计议。本宫该说的已经说完了。姐姐愿意放过你，我可不愿意。是你和你父亲害死了我全家，我要你们所有人都陪葬！我是皇后，你敢杀皇后，皇上不会放过你。一命换一命，也值得。父亲、母亲、兄长，燕儿为你们报仇。死了，终于死
怎么来了？刚才还来不及告诉燕儿，也不知道她现在在何处。华妃娘娘呢？娘娘一夜未归。我把他杀了，他该死！他就算被打入冷宫，也还是皇后。你杀他是要掉脑袋的，大不了一命换一命。我看你是疯了！只要能为江家报仇，我疯就疯了。姐姐，我们没有退路了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自杀了！来人啊！我女儿不会自杀，一定是有人谋害她。皇后在后宫做了那么多错事，畏罪自杀也实属正常。不可能！求皇上看在你们父亲行断20载的份上，请仵作验尸，查明幕后真凶。宣。参见皇上。启禀皇上，这是在娘娘袖中发现的布料。皇上，您一定要替老臣做主，到底是谁害了老臣的女儿啊？是。启禀皇上，奴才去问了上一局的管事，管事说是华妃娘娘封妃大典那日所穿的内衬。皇上，你一定要杀了这妖女，替我女儿报仇啊！皇上，臣妾没有杀皇后。她手里的衣料是怎么回事？皇后已被匪后威胁不到你华嫔的位置，为何还要杀她？来人，把华妃押入地牢。皇上不可，华妃娘娘怀有皇子，万万不可经受牢狱折磨。你说本宫怀孕了？爱妃怀孕为何不跟朕说？皇上，我的女儿……够了，皇后之事朕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启禀皇上，一块布料说明不了什么，况且华妃娘娘如今怀有皇子，就算是天大的过错，也须得等到诞下皇子后再做惩治。你说她怀了就怀了，本王不信。镇南王若是不信，大可再寻一人为妹妹把脉，看看我可有说谎。温太医，你上来给华妃娘娘把脉。若朕让人骗旨，欺君之罪，朕定当严惩不贷。是。启禀皇上，娘娘确实怀孕了，已有2月有余。好。自古薄情帝王家。镇南王，不如早日将皇后安葬了吧。姜薇，你们姐妹害死我2个女儿，本王必报此仇。姐姐，你是怎么知道我有喜了？昨晚我无意间摸到你的脉搏，便察觉你有喜了。当时想着别的事情，忘了告诉你。等我想起来告诉你时，刚才还来不及告诉燕儿，也不知道她现在何处。她要是知道自己有喜事了，定然高兴。姐姐，你又救了我一命。我就说吧，在这深宫中，若是没有你，我都活不过3日。事缓则圆，下次切记不可鲁莽行事。
嗯。之前与朕一同下棋的人，所以朕真正喜欢的人其实是他。参见皇上。继续陪朕下棋。那日在凉亭陪朕下棋的人是你吗？不必急于否认，你妹妹江燕生性灵动，而你性格沉稳，不棋最需要的便是稳，否则满盘皆输。奴婢输了，天色已晚，奴婢还要去太医院煎药，先行告退。若朕执意不让你走呢？燕儿如今有身孕在身，你却在此与奴婢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只有这样心，你就是朕的人。可奴婢说过，奴婢不愿意。除掉燕王，你就算不愿意，也得愿意。走路心不在焉，莫非是有鬼在追你？那人可比鬼可怕多了。那对比本，燕王殿下，你可还记得欠我的人情？镇南王因为皇后之死，肯定不会放过我妹妹，所以在燕儿生下皇子之前，扳倒镇南王，重审江家旧案，为我复旧，洗刷冤屈。镇南王在宫中为皇后守灵，他没出宫之前，你还有机会。皇后谋害江夜，那镇南王可会谋害皇子，为太子庆主张。燕王可有心仪之人？可有。若是没有，能否在扳倒镇南王之日求娶我？姜维，娶你有何好处？你别告诉本王你喜欢我，本王不信。10年前，燕王与皇位失之交臂，若你求娶我，我定能助你登上皇位。就你，别浪费本王的时间了，恕不奉陪。看来得另寻办法，我绝不可违身皇上。你可想好了，剂量过大，就不是流产假象那么简单了。只要能除掉镇南王，永绝后患，就算是流产我也愿意。更何况，我本就不想生狗皇帝的孩子。明日午时，镇南王会送皇后的灵棺出皇宫，要在此之前完成。阿飞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镇南王，今日这宫，你怕是出不了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当然是栽赃嫁祸的意思。你猜，皇上若是知道你对我的孩儿动手，会不会放过你？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镇南王，别杀我！爱妃，我的孩子是不是没了？镇南王，你好
敢呐！你敢谋害皇子！我臣妾只是想来送皇后最后一程，不曾想陈南王他说要杀了我腹中的孩儿，给皇后报仇。皇上，不要听这妖妃胡说八道！我要杀了她，我早就杀了她了，用不着对她的腹中胎儿下手啊！皇上，臣妾绝无叛子血影，若臣妾带下皇嗣，会影响太子之位。皇上还敢攀有太子！今天杀了你，你绝后还！镇南王还真如我想的那般愚蠢，而蠢人的杀伤力比坏人更大。把镇南王押入大牢，若华妃腹中胎儿有任何闪失，朕要他五马分尸！妖妃！等本王出来，你要杀了江夜、江薇姐妹二人，报仇雪恨。镇南王，我今夜前来，只问你2件事。第一，我爹为官数10载，清正廉洁，从未勾结党羽，你为何要诬他谋反？在这朝堂之上，不是你生，就是我死，唯独他江丞相高高在上，不愿参与夺嫡之争，还嘲笑我，为了权贵不配做官。我问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不争？可他是个清官。我们最恨的就是这样的清官。他保持中立，他就能活下去。但是他忘了，他是堂堂一丞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他不争就是个死。无论谁登了基，第一个不放过的就是他。第二，江家案的卷宗在哪儿？江薇，我劝你到此为止，不要再想着翻案，否则你和你的妹妹在这宫里活不过2日。因为江家案是皇上一手策划的，本王输了，是生是死无所谓了。人之将死，一切都是枉然，报应来的时候，本王接受便是。我爹一生两袖清风，哪怕是被流放，也日日念着沉冤得雪。我就算是死，也定会还我爹清白。江薇，卷宗在大理寺卿，没有圣旨，是拿不到卷宗的。燕王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下一个就是你了。本王没你那么愚蠢，定不会输。既然你们想下地狱，那本王就帮帮你们。狗皇帝，是你害死了我2个女儿。阎王，若当年登基的是你，看我爹保持中立，你是不是也会杀他？不会。那我想让你帮我2个忙。之一是要去大理寺帮我找份卷宗，我想这对你并不难。这二嘛，皇上如今已收复南疆，我想他很快就会对北京下手。本王早已飞鸽传书至北京准备了。是我多虑了，燕王这么聪明的人，又怎么会猜不到皇上的下一步？既然计划已定，那便分头行事吧。还真是行事捉摸不定。也罢，本王再帮你一次。是他。《
速速吩咐下去，让南疆将士围困北境，真要燕青孤立无援，瓮中捉鳖。是皇上。华妃娘娘难产，请皇上速速前去。华妃要生了。恭喜皇上，是个小皇子。爱妃辛苦了，都怪朕不好。若不是前几日没有保护好你，害你被镇南王欺负，今日怎会难产，差点一尸两命。皇上，你可还记得镇南王那日说，待我产下皇子，就会来要了我的命？爱妃放心，朕会护好你们姐妹二人，不会再让你们受到任何伤害。你为朕喜诞皇子，如今后宫后位空缺，朕决定等皇子满月，朕就给你举办封后大典，让你做朕的皇后，母仪天下。臣妾多谢皇上。爹娘哥哥，很快我就能为江家洗刷冤屈，到时女儿定让狗皇帝付出代价。谁？镇南王，他为何要写血书？他含冤受死，皇上怎会不知？不过是故作糊涂，借保护华妃母子之名，除掉一个心腹之患，将来用得上，随时在清算我们。无论是他还是他女儿，在皇上眼里，从来都不是人，只是一个棋子。本王早就想到有今天，你江丞相，我们朝堂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皇上的棋子。燕王殿下，明明我复仇成功，可为什么却感觉不到一丝高兴？因为世间本无对错，皆是立场。但既然做，就要做到底，切勿轻易。你说的对，待封后大典时，你要让这狗皇帝当着群臣百官的面认罪。本王会帮你。封后大典开始。且慢！这谁呀？胆敢捣乱封后大典！启禀皇上，胞妹华妃今日升为皇后，可其身份仍是罪臣之女，恳请皇上重审江家旧案，还江家一个清白。江家旧案，旧案杀的话，他这是想打皇上的脸呀！旧案已过10年，证据什么的都不在，想要重审，需要费些时间。此事等封后大典结束之后再议。皇上不可，江家案卷宗与镇南王死前的血书皆在奴婢手里，证物俱全，还请皇上立刻重审江家旧案。皇兄，此旧案不审，华妃身为罪臣之女，怎可册封？除非皇上洗清江家冤屈。请皇上重审江家旧案。你也要逼朕？朕本想封后大典结束后，把镇南王之死安在燕王头上，治罪于他，却没想到他竟然联合几位先发之人，可恨得很啊！朕若执意不愿，皇上不肯，是因为
15年前栽赃陷害江家的，可是皇上本人。父死！15年前，我父亲江丞相一心为民，清正廉洁，从未勾结任何党羽。可皇上却因猜忌之心，让一代忠臣蒙冤，是与不是？你闭嘴！皇上，您授意镇南王的所作所为，他已在死前写下血书，控告您的罪行。若不是您让他的嫡女做了皇后，让他的次女做了贵妃，他又怎会替你做恶事，除忠良？可惜了江丞相，他可是难得的清官啊！请苍天变中间，还我江氏满门清白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禁军呢？将会和燕王就地正法。怎么回事？禁军呢？聋了？老奴也不知道啊。皇上不用喊了，禁军早已被北京将士控制，他们怕是不会来。你们要谋反？不是谋反，是请皇上认罪。朕已经让南疆将士围困北境，你们绝无可能逃出，绝无可能！南疆10万大军跟随镇南王30人，他们只听军令本进，而非圣令。早在镇南王死之前，他便把令牌给了朕。皇上对你恨之入骨，一定会让咱家的将士围攻北京。老臣不忍心看到自相残杀，你一定要阻止这场悲剧。皇兄，无论是文武百官还是边境将士，都不该沦为你手中自相残杀的棋子。燕姬，你个蠢货！你并未坐上皇位，又怎懂治国之道？好，那就请皇上认罪退位。朕没错，朕不可能退位。请皇上退位让贤。请皇上退位让贤。不可能！朕是天子，朕是九五至尊，朕不可能退位。你们这是谋反，是谋反！父亲、母亲、兄长，江家全族300条人命，你们在天之灵可看见，女儿为你们报仇了。姐姐，我们终于报仇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若爱卿平身。燕王殿下监国繁忙，怎么有空来我的太医院？本王向皇上请了旨。哦，那年你曾问本王可否向皇上求娶姜太医，本王今日特意向皇上请旨，娶姜太医为妻。那都是形势所迫。姐姐怎么还害羞了？你可知燕王今日一拿到圣旨，便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发誓，此生此世非姐姐不娶，还说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呢？侄儿发誓，皇叔诚意满满，姨娘你就嫁了吧。如果这夜太黑，我会入山飞，等不见落花纷飞，人影成对。